法国驻美大使快速回到了华盛顿。马克龙这次举起了哪面国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呢，广大人民群众惊奇地发现，法国面对澳大利亚的违约，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勇气和魄力，坚决抨击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还羞辱了英国。可以说，马克龙高高举起了拿破仑留下的法国国旗。而这几天呢，似乎情况又有了变化，马克龙和拜登通了电话，双方说打算10月份面谈，进行深入的磋商，创造条件恢复信任。而法国大使下周也要马上回到华盛顿，所以人民群众惊奇地发现，法国的强硬是不是没有能力持续太久？大家说，马克龙又一次举起了法国国旗，只不过这次是没有国旗两侧红色和蓝色装饰的那一面。国内一些评论家认为法国现在是没有力量跟美国斗争，所以只能认怂。不过我倒觉得现在下这个结论可能有点过于着急。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虽然法国力量确实不足以跟美国全面抗衡，但是现在刚刚进行的是第一回合较量，法国不拿回一些面子和实惠，也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尤其是马克龙前几天已经呼吁了整个欧洲的支持，并且得到了欧盟，尤其是德国的声援，甚至是北约军事自主、脱离对美国依赖，这种呼声力度也开始逐渐加大。如果这个时候法国突然抽身向美国认怂，那么他也就得罪了欧盟，两头不是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法国一定要做的就是为欧盟先搞到一些利益，让自己能够成为欧洲的领军国家，然后再去跟美国谈外交和平。从这个目标来看呢，法国确实也获得了一些成果。美国已经表态认同欧盟应该具有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防务能力，为跨大西洋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此外，美国还表示要致力于加强欧盟国家在非洲地区实施反恐行动的支援力度。另外呢，虽然宣布大使要回到华盛顿，但是法国已经下令限制官员跟英国的接触，增加了对英国的抨击力度，称英国脱欧之后呢，试图是壮大自己，边缘化欧洲，口口声声说行为要基于规则和信任关系，然后又包庇澳大利亚不守承诺。法国这个指责是要把整个欧洲的火气用到英国头上。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批评法国说你反应过度，也说明法国是余怒未消。只不过约翰逊的解释可能还会惹恼另外几个国家，因为他说三国协议不是排他性的，这个联盟并不试图将任何人排除在外，例如对中国就没有敌意。这句话估计会让日本、印度还有加拿大都吓一跳。什么叫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还用中国举例？难道约翰逊想把中国拉入伙吗？所以这样的话让法国怎么能够相信？所以呢，法国这次面对三国联盟，一方面不会彻底撕破脸，另一方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不会轻易认怂。法国要的是什么？是带动欧洲和三国拉开一些距离，让欧洲变成自己领导的相对独立一级。斗争才刚刚开始，不到最后关头，不到10月份，我们还可以等着去猜，看看马克龙最后用的是哪面旗。好，关于拿破仑的后代以及他们和昂格鲁萨克森人这场斗争到底谁会胜利，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